上一期我们说了如何快速辨别衣服品质，这一期我们再来攻克另一个穿衣界的疑难杂症：如何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，以及如何去构造一个能穿10年的衣橱。本片视频不堆积任何理论知识，依据的是我跑10多集米兰、巴黎、纽约时装周，聊了几十个国际一线设计师、上百个真正的时尚偶像之后的经验总结。这里是天才女友，天才女友，天才三有女中年，有钱有品有意义。我是跑了10多季国际时装周，用余光都能辨别衣服品质的天才 G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，以下这3位你们都认识吗？宇宙红人侃爷，宇宙商人 Mark Zuckerberg， 宇宙设计师 Michael Kors。以下这3个衣橱，你们能看出他们分别属于3位中的哪一位吗？请把他们名字的编号打在弹幕上。看一个人的衣橱，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自己的风格。怎么看？1. 看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色系，比如像侃爷的衣橱中全是 Easy 大地色系，比如设计师 Michael Kors 的衣橱中清一色全是黑。2. 看有没有一款单品占据了衣橱的大部分面积，比如爵士舞娘 Dita Von Teese 的镂空高跟鞋，比如 J.Lo 的牛仔裤。有了这个标准之后，请打开你的衣橱，然后弹幕告诉我，你有自己的穿衣风格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本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这支视频里，我会教你用3步穿出自己的风格，简单上手，但又足够体系化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先矫正你们最普遍的3个有关风格的误区。很多人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风格，就是因为栽在这些误区里。以下这几个想法，如果你也有过，请在弹幕扣1。风格杀误区1：我要找到自己的风格。这句话里本来就有歧义，说的就好像你原来没有风格一样。你有风格，只是被你买的迷你裙、亮片夹克、蕾丝边丝袜遮盖掉了罢了。这就好像每个人其实都有马甲线，只是被你的那个啥遮挡住了一样。这样吧，我先给大家看看宇宙网红卡戴珊从2006年到2020年的穿着变化，你们觉得他有自己的风格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们觉得他的风格是什么？打在弹幕上。同样的问题，我问了一圈身边的朋友，大家的回答出奇的一致：大胸大屁股，沙漏型身材。你看啊，无论你穿什么样的时尚潮流，你最被人记住的永远是你天生就有的东西。你想一想，别人平时都在背后怎么称呼你？他们认为你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这个最特别的点，就是无论你花多少心思装扮自己，别人都只能注意到的点。就比如，当我尝试巴黎左岸风，人家说你好瘦啊；当我把自己穿成利落白领风，人家说你好瘦啊；当我把自己穿成街头慵懒风，人家说你好瘦啊。这就好像无论卡戴珊穿什么，别人记住的都是那个1.58米的沙漏。我觉得那是他的劣势，他觉得那是他的优势。无论是我觉得还是他觉得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是他征服时尚圈的姿势。风格杀误区2：这个款式我没有，所以我要买。这个想法真是世界上最耽误人的想法。如果我们在选衣服时总是在问什么款式我还没有，那永远不可能有风格。你觉得老佛爷 Karl Lagerfeld 会想，我缺一套花西装，我得来一套吗？你觉得女魔头 Anna Wintour 会想，年纪大了直发显年轻，我得试试吗？你觉得乔布斯会想，我人生都没尝试过其他颜色，太遗憾了吗？你觉得柯南会想，每次亮色太单调了，我得尝试再华丽一点吗？你觉得他们是不想尝试不同的穿衣风格吗？你觉得他们是不想换个口味，换个心情吗？你觉得他们是不想吗？人性都是喜新厌旧的，但他们忍住了，忍住了才能沉，忍住了才持久，忍住了才有风格。拥有风格难的不是买什么，而是不买什么，因为风格的本质是克制。无论你认不认同，请把真理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现在有1万块钱，你是想要买1件衣服穿10年，还是10件衣服每年换？大家谨慎回答这个问题哦，据说这个答案也预示了你对于感情的喜好。数据表明，一个美国人平均每年买65件新衣服。我没有国内的数据，那我们就人肉统计一下，2020年你买了多少件衣服？弹幕告诉我。如果你每年要买50件以上的衣服，但每天早上还是觉得没衣服穿，那我想告诉你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抵抗住剁手欲。风格杀误区3：我应该怎么掩盖我的 O 型腿、假胯宽、溜肩、短脖子、粗手臂呢？说这个点之前，先给大家介绍2个横扫各大秀场的时尚偶像。一个是俄罗斯名媛杜玛，单看照片你肯定看不出她身高只有1.5米，虽然是小个子，但她的优势是身材比例好，所以你看她平时穿衣服一定会把腰线抬高，秀出长腿，这就是因为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。另一位时尚偶像是日本女演员渡边直美，
体重200斤。换成你们肯定会想，我怎么穿显瘦吧？人家偏偏怎么看上去膨胀怎么穿。为什么呢？摄影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叫对焦，焦点没对上，花多大劲儿都是白搭。如果你的关注点在你的身材缺陷上，那你永远穿不出你的风格。因为风格不是一个有关掩盖的游戏，它是一个有关展现的游戏。摆脱了这3个风格杀误区之后，我们来说说本片的重头戏，如何穿出自己的风格。有关这类内容，其实 B 站上已经有很多了，大家多去看看别人的经验，对自己找到风格肯定有帮助。还没找到风格的也不要着急，在此我会给出一个非常体系化的梳理风格的方法，多看几遍，肯定有开窍的那天。第一步，问自己穿什么让你 feel good。现在给你5秒钟的时间，你闭上眼睛想一想，你穿上什么衣服时觉得最自在、最开心？请大家打在弹幕上。你们慢慢想，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答案。我的最爱是阔腿裤，原因有几个：一是读小学时被同学恶作剧拉下过小裙子，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阴影，导致我后来每次穿裙子都要随时摸一下裙子还在不在，而穿裤子让我更有安全感。2. 秋裤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而阔腿裤可以容得下2条秋裤。3. 你们有没有觉得阔腿裤走起来带风，走起来更飒更自信，能让我产生一种掌控人生的幻觉？于是我平时穿素色阔腿裤，参加活动穿亮色阔腿裤，在家穿睡衣阔腿裤，阔腿裤就成了我的风格。现在但凡看到好看的阔腿裤，朋友们都会发给我说，这个好基啊。挑选衣服的这种直觉性的喜好，其实很能反映你内在的选择。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有1万块钱，你是愿意买好看的皮草，还是超级舒适的奢侈内衣？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这其实也说明了你是觉得别人看着好看重要，还是自己舒服重要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穿衣风格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。你穿的舒服的时候的表情是这样的，不舒服的时候表情是这样的。你说看着哪个更有风格吧？几年前我采访法国鬼才设计师 Christian Louboutin， 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，高跟鞋穿的舒不舒服，从一个女孩的脸上就能看出来。所以记住，你脸上的表情比你身上穿什么衣服、脚上穿什么鞋更能展现你的风格。如果10厘米高的高跟鞋让你穿得不舒服，它多好看都不要穿。第2步，找到你的制服。如果你现在对于时尚还完全没有概念，也没有时间追潮流，那么最简单的找到风格的方式就是找到你的制服。对于男同学来说，你可以学习乔布斯和 Zuckerberg， 找到你的制服，批量复制，然后就去忙别的吧。对于女同学来说，你也可以学美国女孩 Matilda， 买15件白衬衫轮番换，搭配不同的下身和外套。你可能要说，这么无聊吗？如果你觉得无聊，那我就得先跟你普及一下什么叫做有穿衣风格。假如说长得好看的人能考进211大学，那么真正有风格的人也就和提前批考进北大清华的人那么多吧。我的意思是，真正有风格的人比好看的人要少太多了。给你们列举几个时尚圈标杆式的风格偶像：奥黛丽·赫本、香奈儿、前美国第1夫人 Jackie Kennedy、英国超模 Kate Moss。提到他们，你闭上眼就能想到小黑裙、珍珠项链、粉彩色套装、吊带裙。这就是风格。划一下重点，风格需要重复才能形成。如果你内心还是个时尚弄潮儿，觉得穿制服太过单调，那你至少可以保持风格稳定。如果还没找到稳定的风格，那么你可以深度挖掘一下你的特点。怎么找到自己的特点呢？你可以主要关注下这3样东西：一是你的气质特点，你的气质决定了你适合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；二是你的肤色，你的肤色决定了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；三是你的身材特点，你的身材决定了你适合穿什么廓形的衣服。这里面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说一期的，你们想看哪一个？弹幕告诉我。举个例子 ，Taylor Swift 梅梅，今天也算个时尚偶像了吧？当年我关注她的时候，她还是个不温不火的乡村女歌手，不仅唱的乡村乐，穿的也是乡村范儿。她早期的造型特别混乱，正是因为以上说的3条她都没找对。一，气质决定风格，她本身的细长眼睛加上厚嘴唇和上挑的眉，会给人很妩媚的感觉，再加上她平时说话的感觉是热情奔放的。而她日常穿的大花裙甜美乡村风，因为太细碎，细节太多，反而分散了她本身的气场。2，肤色决定颜色，她的肤色非常白皙，而且五官都比较精致小巧，穿一些饱和度低的颜色就会让全身上下完全找不到重点，而一旦穿上红色，整个人立马亮了。我们对比看一下，这也是为什么她之后把红唇作为了自己的标志性风格。无论穿什么，如果没有一抹红，你都觉得不像她。3，身材决定廓形，她的身材特点是高挑、瘦长、沙漏型。很多人说这脸蛋、这身材，穿麻袋都好看，但真的吗？你看着这几张图告诉我，真的吗？梅梅的身材优势在于她的长腿和细腰，
所以但凡能把它这两种优势穿出来的款式，比如贴身连衣裙、短上衣、短裤，都会给它加分。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吧，因为后台我常常收到留言说让我多照顾一下男粉的需求，那就放一些男同学爱看的吧。王冰冰。按我们上面的3条法则来看，什么是适合她的风格呢？一、气质决定服装风格。你们觉得冰冰是什么气质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冰冰的小眼小嘴属于五官小巧精致型，再加上她国民初恋般的微笑，决定了她整体甜美的气质。但她一开口说话，又会让人吓一跳。我们就来讲一讲小草的故事。好家伙，原来这么成熟知性！这种甜淑风能轻松驾驭2种穿衣风格，甜美风和飒风。所以你看，冰冰平时穿甜美的短款上衣或者利落的职业装都很好看。2、肤色决定服装颜色。从早期影像来看，冰冰应该不属于什么颜色都能驾驭的亮白皮。如果穿和肤色靠近的素色，很容易显得寡淡。当然我知道你们心里冰冰永远不会是寡淡的。但你们看，当冰冰穿上高饱和度暖色系，冰冰是不是立马就变成了冰冰亮？3、身材决定廓形。作为长腿萝莉，之前有爆出她身高1.7米，目测她的体型应该是 H 型。但因为她平时出镜裹得太严实了，我不确定她会不会是沙漏型或者梨型。知道的同学可以弹幕通报一下。如果是 H 型，那就非常不挑衣服廓形，基本上都能驾驭。好不好看，主要就看挑衣服品质和款式的眼力了。建议冰冰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上一期的内容，如何挑选衣服品质。最后再来举一个男生的例子吧。很多号都解析过的韩国男星孔刘，我们看他的风格是怎么出来的。1、气质决定风格。孔刘的气质随着年龄变化很大，他的粗眉毛丹凤眼的五官加上腼腆的个性，年轻时并不出挑，但过了30岁，轻熟知性大叔的劲儿就起来了。他的穿衣也开始以高质感的中性色针织衫或是棉质 T 恤为主，比起年轻时低质感且杂乱的穿衣方式，现在的风格清晰很多。2、肤色决定颜色。孔刘属于典型的黄皮，选择和肤色拉开色差的中性色，比如白色或者深蓝色、咖色，都会给人很干净的感觉。如果要叠穿，就选深色叠浅色，比如孔刘最爱的深色外衣套白色内搭。3、身材决定廓形。孔刘身高1.84米，再加6块腹肌，好吧，我觉得这身材也没啥可说的了。我们继续吧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那万一第一步和第二步矛盾呢？也就是说，我觉得自在的款式实际上并不适合我的身体硬件水平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根据哪个来挑风格呢？我记得过去看到过这么一张图，说的就是如果你在找风格时，你的外形特点和内在喜好没有交叉点，就比如说，如果冰冰这样外形甜美的女孩，内心喜欢的其实是冷艳女杀手范儿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就要进阶到下一个段位的知识点了，如何做风格的叠加。一个有多层次风格叠加的人，在我看来比单一风格的人更有魅力。这个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说。什么是风格的叠加？我们可以让大家先感受一下。以下这些明星，如果你们认识，可以先试着回答一下，你们觉得他们是哪些风格的叠加 ？Evergreen、Lea Seydoux、张曼玉。再给一些男性范例，丁真、年轻时的木村拓哉、朴叙俊。第3步，构建一个胶囊衣橱。什么是胶囊衣橱？就是打造一个像胶囊一样浓缩而且不会过时的衣橱，只要没有出现重大身材事故，够你穿一辈子了。著名设计师 Donna Karan 还设计过一个胶囊系列，一共就7件基本款，意思是有这7件，人生不愁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我人生岂不是少了最重要的乐趣？送你天才 G 的一句名言：基础款选对了，人生颓不了。观察一下你每年买衣服的数量，是逐年增多还是逐年减少？我自己的经验是从开始工作到现在，买的衣服1年比1年少，直到2020年到达极限0件衣服。但我的衣橱也足够我参加各种高端活动以及在时尚圈混迹了。原因是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构建一个胶囊衣橱。那我是怎么构建这个胶囊衣橱的呢？25岁之前，我给衣橱定的比例是60%的基础款加40%的设计款。这个设计款的比例不低哦，因为年轻时喜欢新鲜，想要多尝试嘛。25岁之后就开始调到80%的基础款加20%的设计款，每年更新5%的衣橱。设计款也尽量选择经典版型的升级款，或者加上时髦的纹样，这样更不容易过时。买完这些，你已经有一个很持久的衣橱了。剩下的钱，你可以每年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配饰、奢侈品、包，或者极其舒适的鞋子。当然，尽量也买经典款。如果买完这些，你还有钱剩下，那就留着给我1键3连吧。当然，构建胶囊衣橱是一件非常体系化的事情。如果想知道具体有哪些可以投资的基础款款式，女生请在弹幕扣1，男生扣2。未来我们可以分男女具体说一说。最后我想说，无论你现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，都不用焦虑，因为适合一个人的穿衣风格并非只有一种。就像很多人非常喜欢拿赫本和梦露来举例，为了说明找到自己的风格有多重要。在大众看来，穿小黑裙的赫本和穿低胸吊带裙的梦露已经成了风格的代名词。但你知道赫本穿粉色也很性感吗？
梦露穿黑色高领衫也很知性吗？但大家记住了知性的赫本和性感的梦露，而忘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面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只是他们的一种选择，和人生中千千万万的选择一样，他们选择了这样的风格，吸引了喜欢这种风格的人，然后拥有了他们的人生。最后给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的有关品味的一段话，出自台湾知名文化人蒋勋先生。品味这个词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做选择。人在太饥饿的时候不可能谈品味，如果你永远在想哪些东西是我没有的，那你永远不可能拥有品味。品味是在检查我们是否能对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有满足感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不需要去买更多的衣服，从自己已经有的出发，选择一种你喜欢的，坚持下去，也许你真正能找到自己的风格。如果已经找到了，留言告诉我吧。好啦，看完这期你学会了吗？学废了请一键3连鼓励一下自己，学会了请一键3连鼓励一下天才之一。最后关注我，这里是天才女友，眼界改变人生，我们下期见。